伟人曾留下7个预言，当年很多人不相信，如今却已经实现了6个，还剩1个即将实现。那么伟人的7大预言分别都说了什么呢？1919年，世界形势暗潮涌动，毛主席察觉到德国与日本的狼子野心，并预言这2个国家定会发动战争。而事实上，也正如毛主席所料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3个法西斯轴心国推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而毛主席的第2个预言同样与日本有关。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发动之前，毛主席就曾预测了中日之间可能会在20年内发生战争。当时日本刚刚换了执政者，很多人认为日本将会与中国求和，但毛主席却洞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，认为日本将会继续实施自己的扩张战略。后来9·18事变果然验证了毛主席的这一猜想。随着抗日战争打响，毛主席对战争的形势走向也做出了他的预测。1938年5月，伟人根据他独特的战略思考，写出了《论持久战》。书中不仅科学地预测出了抗日战争的3个阶段，还预测到了中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。而之后的7年时间，日本果然开始在战场上尽现颓势，最终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。除了这3则关于日本的预言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毛主席又有3个预言一一应验。那么都有哪些呢？1928年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之际，彼时的红军士气高涨，但也面临着巨大危机。国民党200万大军在全国各地围剿我党，众多战士因此牺牲。面对这种情形，部分战士出现了消极情绪，认为敌我实力悬殊，革命道路过于艰难。但毛主席却积极地告诉那些同志，人民群众才是我党的坚实后盾，而国军不得人心。长此以往，革命定能在20年内成功。1949年1月31号，随着平津战役的圆满结束，国军被解放军彻底打垮，人民从此终于翻了身，成为了新中国当家作主的主人。而当时还有很多土地没有解放，尤其是香港、澳门等租地问题，但毛主席却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，并认为香港是一定会回归的，但当时还是留在英国手里会更好。后来归纳为8个字：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。事后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。到了美苏冷战时期，双方大搞军事竞赛，比拼核弹头数量，人们纷纷担心世界会爆发核战争。可伟人却极有远见地预测到不会发生核战争，因为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。最后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，但没有发生战争。毛主席7大预言，其中6个都已应验，最后1个会是什么呢？1956年的8大预备会议上，毛主席预言中国终将会赶超美国，甚至直言如果未来不能超过资本主义国家，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。虽然看似玩笑，但也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远见与决心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已经跻身全球经济体前2，2023年的 GDP 就超过了126万亿元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增长。以往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，例如英国、法国以及德国等，都被中国甩在身后。这么看来，毛主席的预言已经成功了一半，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，指日可待。虽说是预言，但毛主席的预测是非常科学的，通过科学的观察和丰富的经验阅历总结而来的。所以您是怎么看的呢？